NASA 朱诺号传回木星内部数据的那天，3位诺奖提名的行星学家当场撕了自己研究20年的论文。你敢信吗？研究了几十年的木星核心理论，居然被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模糊区域彻底推翻。为什么手握超级计算机的顶尖科学家会集体错看太阳系最大的行星？今天我们就来解锁木星那颠覆整个行星学的模糊之心。其实直到不久前，科学家对木星内部完全摸黑，一派说它根本没有核心，另一派坚信它有个紧凑固态核，结果两派都错了，因为没人想到第三种可能性，而这个可能性直接推翻了我们对木星形成的所有认知。它的橙白条纹、大红斑，比地球强数百倍的极光都只是神秘的外衣，内部才是科学界刚解锁的全新领域。越探索越复杂，一切都始于那个终极问题：气态巨行星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木星 90% 以上是氢和氦，和太阳成分一模一样，为啥它是行星不是恒星？为啥45亿年前没被太阳的气体云溶解？科学家把答案的赌注压在了它的核心上，而故事的高潮才刚刚开始。可这个看似完美的理论却有个致命 bug， 咱们太阳系可不是只有木星这一颗气态巨行星，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都是，它们都待在离太阳老远的地方，那里阳光弱到可怜，温度接近绝对0度，原始气云分散的根本没法快速自我压缩。于是第二个阵营提出了核形成理论，这个说法就接地气多了。一切从固体开始，在原太阳星盘的外围，温度足够低，岩石和金属能凝固成固体，这些固体在几百万年里碰撞合并，长成一个由碳、氮、氧、镁、硅和铁组成的超大固体核心，就像苹果中心的果核，边界清晰得很。等核心够大了，它的引力就开始疯狂吸周围的氢气和氦气，吸了几亿年，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木星。科学家们本来笃定能找到这个清晰的核心边界，可木星根本不配合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先锋10号、11号、旅行者1号、2号都飞过它，拍了云带照片，测了磁场，可就是没法看穿它的内部，工具精度不够啊。直到90年代，伽利略探测器带来了关键线索，木星的重元素含量居然比太阳还高，这直接说明木星绝不是太阳的边角料。不仅如此，伽利略还确认了木星的磁场是太阳系里最强的，由内部的液态金属氢产生，可具体怎么来的还是一团雾。这就尴尬了，如果核形成理论是对的，那固体核心去哪儿了？是溶解了，消失了，还是根本就没存在过？难道我们得彻底推翻气体巨星的形成模型？这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学术争论。搞懂木星核心的本质，等于搞懂我们太阳系，甚至宇宙中亿万恒星系统里行星的形成规律。这是判断我们的地球家园是常规款还是限量版的关键。破解这个谜题的是一台叫朱诺的探测器，名字来自罗马神话里唯一能看穿木星云层的女神，寓意直接拉满。它是本世纪初发射的，那时候我们的手机都能拍视频了，可科学家还不知道太阳系最大的行星有没有固体核心。朱诺飞了5年才到木星，在零下200摄氏度的太空里靠太阳能板干活，这本身就是个技术奇迹。离太阳这么远，光强只有地球的1/25，工程师不得不造了3个总面积近60平方米的超大太阳能板，让朱诺成了有史以来飞离太阳最远的大型太阳能探测器。它选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那天进入木星轨道，不管是巧合还是刻意，这一刻都成了行星探测史的里程碑。那怎么看穿一个摸不到的行星内部？答案是测重力。听起来简单，背后却是天才的物理逻辑。行星的重力场根本不是完美的球体，内部物质越密的地方引力就略强一点，越轻的地方就略弱一点，差异小到像在秤上放一片雪花，但确实能测出来。朱诺沿着拉长的椭圆形轨道飞，最近的时候离木星云层只有4000公里，差不多是莫斯科到德黑兰的距离。每次靠近，它都会在某些点感受到略强的引力，
某些点略弱，速度变化小到每秒只有几毫米，甚至0点几毫米。科学家们靠地球接收的无线电信号来测这个变化。原理跟警察的测速雷达一样，朱诺加速，信号就压缩，频率变高；减速，信号就拉伸，频率变低。这个我们从中学就熟悉的多普勒效应，居然成了探测行星内部的精细手术刀。朱诺一次次绕着木星飞，收集的数据像拼图一样，慢慢拼出了木星内部质量分布的高清图谱。如果之前的探测器是用粗刷子画画，朱诺就是用最细的勾线笔，精度比前辈高了100倍。可当图谱渐渐清晰，科学家们直接惊呆了。木星确实有核心，但它既不紧凑，也不坚硬，更不是没有，而是模糊的。就像你咬开苹果，发现中心不是清晰的果核，而是果核跟果肉混在了一起，根本没有明确的边界。这个模糊核心占了木星半径的一半，木星直径是地球的11倍，那这个核心就相当于5个地球直径加起来那么大。这直接打了2大传统理论的脸。科学家们最先想到的解释是，木星早期可能被一个跟行星差不多大的天体撞了，撞碎了固体核心，碎片跟气体混合就成了模糊核心。甚至有计算显示，木星现在的核心一半是撞击天体的物质。可超级计算机模拟直接推翻了这个美好的猜想。不管怎么调，撞击天体的大小、角度、速度，模拟结果都一样。撞击确实会搅乱内部，让岩石和气体混合，但几百万年后，重元素还是会像杯子底的沉淀一样，重新在中心聚集，形成清晰的核心，模糊核心根本留不住。这下科学家们懵了，撞击解释不了，那模糊核心的真相到底在哪儿？没想到解开木星谜题的钥匙居然在它的邻居土星身上。土星一直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，绝美光环，条纹大气，北极的6边形风暴看起来好懂极了。可到了本世纪中叶，科学家们盯着土星的光环，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。光环里的波不是随机的，而是有严格的周期和方向。这些波是土星内部的共振信号，通过引力传递给光环里的冰粒，就像地震波能告诉我们地球内部结构一样，只是规模大了无数倍。这一下，科学家们拥有了听土星内部的能力。当环波数据和卡西尼号的引力图结合，一幅震惊的画面出现了。如果你是行星学家，你会先从哪个星球找线索？评论区聊聊你的思路。原来土星内部根本不是完全对流的。啥意思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就像烧开水，锅里的热水上升，冷水下沉，循环传递热量，这就是对流。大行星内部散热主要靠这个。如果土星是完全对流的，那内部物质会混合的均匀，根本不会有传统意义上的核心。可数据显示，土星内部有些地方对流被抑制了，重元素留在下面，轻元素在上面，中间是平滑过渡的，没有清晰边界，这就是模糊核心。更巧的是，朱诺号的数据也显示，木星大部分区域也不是完全对流的。2个气态巨行星用2种探测器、2种方法测，结果居然一样。这说明模糊核心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常态。我们之前对气态巨行星的认知全错了。现在科学家们正在构建新的形成模型，虽然细节还没敲定，但这个方向已经是革命性的。要知道，过去30年我们发现了几千颗系外气态巨行星，比如热木星。如果旧模型错了，那我们对这些系外行星的年龄、组成、演化的判断全得重新来。更头疼的是木星的磁场。地球磁场像个规整的棒状磁铁，南北极对称，可木星的磁场完全是非主流，就像把棒状磁铁掰弯，2端分开插进去。北极的磁力线是从高纬度的延伸带出来的，像乱长的杂草，而南极居然有2个。木星的磁场到底有多夸张？面向太阳的一侧，磁场范围是行星直径的7到21倍，背向太阳的一侧，磁场尾巴长达10亿公里，直接伸到了土星轨道。如果我们能用肉眼看到它，它会比月球大好几倍。
这么疯狂的磁场到底怎么来的？上层云层下，压力和温度高到让氢气变成了液态金属氢，电子脱离原子自由漫游，就像金属一样导电。再加上木星不到10小时的快速自转，这就像一个超大发电机，产生了超强磁场。可具体怎么生成这么怪异的磁场形状，还是没人能说清。科学家们本来指望模糊核心能给出答案，结果反而更懵了。模拟显示，模糊核心产生的磁场跟观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有人猜，分子氢和液态金属氢之间有个氦宇层，氦比氢重，会像油滴穿水一样往下掉，搅乱对流，影响磁场。还有人猜，木星的发电机原理跟地球完全不同，内部密度和电导率的不均匀性导致了不对称磁场，但这些都还只是猜想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木星的磁场带来了永恒的极光，地球上的极光只有特定季节能看到，可木星的极光永不消逝，在紫外线下燃烧，能量是地球极光的数百倍。如果我们能看到紫外线，木星就像戴着一顶永远燃烧的火焰皇冠。朱诺号已经绕木星飞了快9年，早就超期服役了，辐射本该让它的仪器失效，可它还在工作，工程师都叫它小奇迹。它带给我们的信息直接改写了行星学。木星有个占半径一半的模糊核心，没有清晰边界，肯定不是撞击的结果。土星也一样，但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形成的，不知道它稳不稳定，10亿年后会不会跟气体层彻底混合，不知道它怎么跟上面的液态金属氢互动，更搞不懂那个怪异的磁场到底咋来的。可这恰恰是现代行星学的魅力所在，我们有了能触及以前不敢想的问题的工具，自然给了我们答案，但不是我们预期的那个。每个答案都带出一堆新问题，这不是失望，这才是好科学该有的样子。别忘了，木星是太阳系第一个形成的行星，比土星、地球、火星都早。它的引力直接塑造了太阳系的架构，推走或留住天体，改变其他行星的轨道，既保护内行星免受小行星轰炸，又引导它们的演化。甚至有研究说，没有木星，地球上可能根本不会有生命。还有一个很少被提及但极其重要的点，木星模糊核心的发现，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自然本质的课。半个世纪以来，科学家们靠着当时最好的数据，自信地构建了气态巨行星的理论，逻辑严密，能复现观测结果。可当更精确的工具出现，才发现模型描述的根本不是真实的宇宙。这就是科学的本质，敢于推翻自己的信念，跟着数据走。朱诺号还在继续工作，延长任务后，它会研究木星的环和内部卫星。就算现在停止工作，它也已经永远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原来气态巨行星的核心不是清晰的果核，而是模糊的渐变区。这不是缺陷，不是灾难的结果，而是宇宙的常态。我们的太阳系根本不是一个摆在架子上的静态模型，它是活生生充满惊喜的动态世界。木星的模糊核心、疯狂磁场、永恒极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个发现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太阳系，更会让我们对宇宙中亿万气态巨行星的理解彻底洗牌。原来我们之前的标准答案可能全是错的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对木星最感兴趣的是哪个谜团？是模糊核心还是诡异磁场？评论区告诉我。别忘了点赞加收藏，关注我，带你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锁宇宙的隐藏真相。